大家好，在上一片我有提到说，我这台进站因为我换上了过重的普利珠，然后它后来变成它冷车，它的怠速会飙很高，然后它速度冷车转速飙很高以后，它会下来，但是下来以后就是熄火，就你只要在冷车阶段反反复复都是这样子。那车热了就好了，但是车热了以后，我还是会感觉怠速不是很稳定啊。然后我事后回想，因为换重珠上去以后，可能是你给曲轴给活塞的那个负担变大了，所以我记得我换上去以后，我有发现它的怠速方面不是就有点偏低的感觉，所以我有做调整，我的怠速跟混合比我都有重新做调整。然后刚换上11克的那一天骑，刚换完的时候，那天是算中午吧，中午还下午，骑的时候都调整完以后还蛮好骑的，就是觉得可能珠子比较重，你可能车子会觉得好像比较没有力。那后面就到了晚上跟隔天，就慢慢的你会发现，冷车的时候怠速会拉到很高，你就算拉刹车也没有用。很多人说可是离合器开闭盘那些就是后面开闭盘那些什么弹簧什么断掉或故障导致，但是我想应该没有这么的注细啊，这么的刚好，所以我在上一片我把普利珠都磨清了以后，我现在就变成是很笼统的讲，就是6克都是9克啊。那换回来以后，这个转速拉很高，这个还是一样。那我就想，我先把怠速调回来，跟我的混合比都调回来。结果我发现我调不回来了。那像我现在已经拆成这样子了，我就是一直在找毛病，因为你热车都好了以后，应该你就会发生在冷车的阶段，那应该就代表可能是化油器，或者应该是化油器的部分有问题啊。比如说你冷车的时候怠速高，可能化油器哪里卡住，但是我刚刚拆了化油器，看起来是都没有什么状况。然后很奇妙的是，我拆完化油器以后，我也没有怎么做调整，我可能就螺丝啊哪里到处看一看摸一摸，结果车好了。但是车好了以后，还是会觉得它在冷车的时候会有一个怪怪的现象。我不太能够讲，就是你会觉得，因为车子你骑久了，车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感觉，就车子你骑久了，你会知道它会在什么阶段会有一个什么声音，会是什么样的震动。然后就像我刚刚讲的，我大致的做完检查以后，没有任何状况，油针也正常，也没有卡住，也没有过度磨损，负压膜也没有破，然后节气门那块铜片也没有怎么样，都没有。结果我就想，会不会是电控方面出问题？可能我也不知道啦，可能就觉得好像有点死马当活马医，就东摸摸西摸摸，结果我发现了一个东西，我弄给各位看。这边这样看得出来吗？保险丝盒。这样有没有看到？有一颗保险丝烧毁了。那一颗 head 15A 那一颗烧掉了。它旁边有标示，从下往上算第二颗15A 那颗。
不好意思，刚刚手机突然断电，然后我现在是装行动电源。那因为刚刚断电，我不知道断电了，所以我就有一段没拍到。我那段就是我把那个保险丝拔下来了，在拔之前我有稍微看了一下，它有烧融，但是它还没有断。这样子拍得清楚吗？那我拔下来之后，它就断掉了。然后这是另外一颗，它没有断，但是看得出来它应该很有年纪了，蛮老的感觉，所以我直接换了2颗，我重新换了2颗，我把备用的2颗插上去了。但是刚刚我有发现一个状况，就是其实说实在话，我不知道它的保险丝用处到底在哪里。虽然它上面有标示，但是我刚刚第一颗先把这个烧毁的这颗拔掉的时候，我有试着发动，但是没有什么差别啊。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差别，因为目前看起来，以化油进站来讲的话，它会有电子的零件，就是那一颗整流器啊。它只有那颗整流器这边，它只有那颗整流器可能会需要用到保险丝，可能是我看一下，它这边显示 signal 讯号 head HEAD 跟 IG 什么蛙哥，它只有3颗，它的线路好像我摸一下，它的线路也没什么啊。下面这边，它可能是牵到前面那边，负责一些可能过载保护的。那反正既然它烧毁了，就把它换掉。那也是因为这个状况，我才想到提醒各位，保险丝这个东西，我先讲，我不确定我讲的进站中风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引起？因为我刚刚有讲，我大致检查完以后都没有找到任何状况，我把它组装上去以后发动，它正常了，就都没什么状况。它人车也不会标转速，然后加油门什么都正常了，所以它为什么会这样做，我不是很清楚。然后这颗烧毁的拔掉以后，发动也没有异常啊。那反正不管，就是重点就是我想提醒各位，就是说，因为汽车，我觉得汽车是最重要。因为毕竟摩托车，你可能如果真的不小心烧起来，你可以赶快把它牵到安全的地方，不会影响到或危害到其他车辆人的安全的地方，把它丢着。毕竟摩托车不会很贵，但是如果你骑车的话，像这2天一直有那种火烧车的新闻，所以我觉得不管是骑车、开车，可能一段时间以后啦。尤其你看，像进站的保险丝盒也是在引擎旁边，汽车也是，汽车引擎室里面有一个大的保险丝盒，也是在那边。所以我是觉得，可能车子有年纪以后，一阵子可能稍微看一下，像外观，如果也像这个有裂，拍得到吗？有没有它这个有点裂，可能是过热，长期过热裂了。然后我的意思就是说，可能要定期做更换了。然后
因为毕竟像这个，你仔细看，它这边很多都有点类似长铜锈的东西，就是那种氧化物啊。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这种久了，它的阻抗过高，导致它发热，也有可能。那就是建议各位，可能一段时间以后，我记得我之前有一篇也有讲到保险丝这个东西，就是你要拿东西把这个表面做一下清除，然后拿那个清洁剂，它那上面的接触点稍微喷一下，确保它不要有阻抗，因为你这边若阻抗过大的话，这边就会很容易发热。所以这个好吧，大家注意一下，除了避免造成自己的困扰以外，也不要去造成他人的财务损失，这是一个重点。那今天的状况好像就这样子就自己解除掉了。我再发动一下给各位看，因为我已经停了，好像10几20分了吧。好，感觉起来就又都正常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它的怠速就很稳定，可能刚刚我有发过啦，所以它冷车的阶段已经过了，然后现在已经热车了，所以它的那个电子主风门就已经关闭了，所以怠速都很稳定。好，今天这个老儿中风，结果他自己好了。再加上保险丝的检查，实地给各位看，这个我是觉得也有可能这个引起啊，因为毕竟，我现在没有在骑乘，它的那个可能电流没有那么高，所以没有什么感觉。记得要做检查，这个很危险，好吧？所以说，保险丝这东西，你除了可以拿电表量它有没有导通以外，量导通是最快最简单啦，但是如果你没有电表的话，你可能就一个一个拔。它这边都有一个检视窗口，它中间都有一个类似透明的检视窗，它就让你看它的连接有没有断，好吧？就是真的要做检查，大概有空的时候稍微拔起来检查一下，然后拿个平的东西锯板也可以这边刮一刮。然后它的接触点检查一下，确保行车安全，好吧？汽车最重要，摩托车也要。好，那今天这个很莫名其妙的影片就到这边咯，谢谢各位，拜拜。